还是那块解石。看来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呀，非要自己寻死。小子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那是块废料。我今天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慢着，这样切不对。苏老板，这这是什么呀？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吗？给我一杯清水。清水？你这是知道自己要输了，准备给我们表演一个饮水自尽？清水可不够劲呀，老夫就赏你一杯开水。陆洞主，龙洞主，这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史经记载的风采共振矿啊！放屁！这分明是免国绝矿，30年龙血翡翠。恭喜陆离蝉联3届国际赌石冠军，成为玉石界当之无愧誉王。请问蝉联3届冠军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要劝诫大家，玩石头可以，但不要赌，因为10赌10输。国际斗士大赛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，是4大家族精心设计的陷阱。切皮死鸟，居然是切皮死鸟！赌石不过是4大家族圈钱的游戏，你们想靠赌石暴富，却不知道这石头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陆离退出赌石界，退出赌石界，退出赌石界，这什么情况？小六子，月姐让你去把楼上打扫一下。好。出事了！大马坎半山半水时，荒雾甚红，地下3寸剑，积雪粉大涨。要是老子也有这运气，还干个屁！猎尽了玉心，注定空欢喜。哎，我看你小子就是嫉妒啊！你打扫卫生的，懂个屁！快看，出猎了呀！猎尽了玉心呀！真叫这小子说准了。九爷，这次4大家族来势汹汹，势必要拿下江北。他们已经通过赌石控制了江东、江西，若您再不出手，只怕沿江4省的矿脉都要落入他们之手了。江北的矿脉90%都在你马班手中，4大家族的目标也是你梨园阁。老夫老了，不想再参与你们的恩怨之中。九爷，可您是江北的话事人，这江北4帮26派可全仰仗着您呢，难道您就不管了？那都是你们的事，老夫只想过几天清静日子。
我来打扫卫生。苏老板，你这是要将老夫扫地出门了？不是，这不好了，月姐，有人来砸场子。什么人？他说他叫鬼眼七。赌石七邪，鬼眼七。看来这次四大家族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。怎么办呀，月姐？九爷留步。苏老板，还有何指教？江北矿脉，我愿拿出一半，请九爷出山。月姐，这不必多说，若不谈情义，便谈买卖，不知九爷可否接下？既然苏老板这么有诚意，今天老夫就保证梨园阁平安无事。那就多谢九爷，所有人跟我出去迎客。哼，这人谁呀？搞这么大阵仗！哎呀，他你都不认识啊？就是那个曾经横扫御世界，一夜之间让无数高手倾家荡产的存在。传闻他有一双鬼眼，任何石头在他眼中都无所遁形。江北梨月阁。苏老板，别来无恙啊！鬼眼七，当初你弄虚作假被赶出江北，没想到现在你还敢回来。你师父就是这么教你的。论辈分，你也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啊！你早已被逐出江北，我马帮没有你这个人，你更不配让我叫你师叔。若不是当年你师父假清高，我会受得这般苦。不过也要感谢你的师父，有了他，我才会投靠四大家族。我今日前来，便是来拿回我丢的东西。四大家族，他妈的，跑！得罪了四大家族的人还想全身而退，滚刀！我拉起来！江北没有你的东西。你说了可不算。今日之后，我要让这江北改名换姓。玩什么？你说了算，我都奉陪。好，那就按规矩，3局2胜，赌开料，蒙头料，谁开出的料子质地好，算谁赢。没问题。这是江东、江西还有江南的全部矿脉。苏小姐，你应该知道我要玩什么，接还是不接，就看你了。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不接，我便以10倍的价格开辟这生死局，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你了。至于输了的代价，想必不用我提醒你吧？好，我接。你这把有什么人？一起上吧，别说我欺负你们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依老夫看，应该一起上的是你们。这位是谁呀？居然这样和鬼眼七叫九爷你都不知道，他可是江北最厉害的千里眼，一双眼睛看石头是从无遗漏。什么枪裴九爷？你就是梨月阁请来的帮手吧？也不怎么样吧。苏老板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会请个至少能打的，没想到就请这么一个糙老头子。看来你梨月阁也是没人了呀！好狂妄的口气！老夫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有来不回。既然你活够了，那也别3局2胜了，我们就1局定输赢。对了，
你不是什么千里眼吗？再加上那双眼睛，你敢不敢跟？一局定输赢，这可是开了生死局啊！这鬼眼七竟然这么大的口气啊！嗨，你懂什么？鬼眼七啊，可是在东南亚玉石大会上连续开出过7块极品翡翠，震惊了玉石界的。千里眼对上了鬼眼，今天注定是一场腥风血雨啊！可不是嘛？怎么，怕了？不敢就别在爷爷面前放肆！什么千里眼？我看啊，就是丢人现眼！顺子儿看，老夫就跟你赌！九爷，别着了他的道，他就是故意激怒你。苏老板不必多言，今天已经不是你李月阁跟他的恩怨，他这么猖狂羞辱的不仅是老夫，还是整个江北的脸面。老夫今天就跟你斗到底。既然如此，苏老板，你怎么说？他可是你请来的人，若你不跟，这后果可就他一个人来承担了。既然九爷要赌，好，我黎月阁奉陪到底。此人不简单，月姐要想清楚。我别无选择。既然苏老板接了，那么我也就不客气了。来人，上原石。麻烦。缅国刚到的闷头料，你也别说我欺负你，让你先选。慢，怎么想反悔啊？你的东西我可不敢相信。按照规矩，我先检查一遍。请便。既然没问题，那就开始吧。不过，老夫并不想占你的便宜。10块原石，谁先显著就是谁的。请。承让。莫西沙的老橡皮，脱沙未见苍蝇翅，顶级玻璃种满绿。老东西，你有点眼力见呀！这10块料里，只有这一块等级最高，现在已经到了我的手里。年轻人，技不如人，就得认。老东西，你别嚣张。年轻人，别为了说大话，断了自己的后路。后路？到底断了谁的后路也不一定。今天我就让你跪下来求我。我选这块。怕赶老坑，高冰种飘花，底色还不错，无限接近玻璃种。只可惜啊，这速度和眼力见太慢。现在最好的货在我这里，我看你拿什么赢？是不是好货还没开，怎么知道？不过你要是跪下来求我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既然你不知天高地厚，那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你把我这个原石拿到解释器上去。愣着干什么？九爷叫你呢。小六子，你怎么了？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连水都喝不了，月姐为何还要救他回来？这是的，好人不容易，救他一命就当是行善积德了。你哪里不舒服啊？这块石头不能选。怎么回事？你说什么？
这块石头不能选，选了必输。有点眼力劲，什么江北九爷，还千里眼，还不如一个扫地的呢。老眼昏花了，就回家养老去吧。苏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不愿意送那一本承诺，你可以直说啊，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羞辱老夫。我说这石头有问题，岂有此理！你这是在质疑老夫？我玩石头玩了几十年，还是第一次被黄毛小人羞辱。既然如此，老夫就告辞了，不耽误你们。哎，九爷，你消消气，别跟底下人一般见识。你们凌云阁本事可真大呀，一个下人都敢随便说话。我就事论事而已。这华而不实的东西最容易迷人眼。华而不实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们璃月阁有如此本事大的人，那你大致说说，哪块能赢？如果非要选的话，我选那块。本以为你懂点东西，没想到也是个草包。这是块公斤料，矿场上500块钱一麻袋。我今天特意带了10罐好料，你不选，你选它。苏老板，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羞辱老夫啊！老夫那就成全你，苏老板好自为之。九爷息怒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要是把九爷气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就是，我看你就是势力华为，想存心害月姐。说，你是不是跟他们串通好了？你收了他们多少好处？我没有，还敢大言不惭！你要是再敢胡说，我打烂你的嘴！你看，都别吵了。九爷是我请来的人，他说选什么便选什么。阿二，去拿石头。这石头不能解，一旦切开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你敢再说一句，小心我踢烂你的腿！顶级玻璃种。哎呀，满绿啊！果然是满绿啊，还是顶级的玻璃种啊！就是啊。看到没有，月姐差点被你害死了。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又多丢1城的矿脉？你这个叛徒，都会再来收拾你。你那块还切吗？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只要你现在下跪道歉，我可以留你一条生路。生路？那你不妨看看自己脚下那条是生路还是死路。哎呦啊！水墨共山，怎么回事？我的石头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看清楚了吗，老东西？水墨共生，你那就是一块不值钱的废料，还什么千里眼？我看你就是浪得虚名。走眼了，我看走眼了。愿赌服输，老东西，你那双眼睛留着也没什么用啊。来人，给我把他的眼睛挖出来！我什么我？愿赌服输，这么多人都听着呢。来人，给我动手！你们敢！苏老板，你这是要坏了规矩啊！鬼眼七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。饶？当初你师傅废了我这右手的时候，又把我赶出江北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饶？那是你自己做错了事。所以今天你们输了，这后果就该由你们来承担。对了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今天晚上你来我的房间，我就告诉你。怎么不愿意？那么苏老板，你就好好看着我是怎么砸了这璃月阁，再怎么挖了这老头的眼睛的。动手！是你。
好，我答应你。等一下！哎呀，你闭嘴吧！你还嫌不够乱吗？你非要把月姐逼死你才甘心吗？你的石头还没有解，既然如此，这就还没有结果。我们不如玩个局上局如何？局上局，就凭你也跟我玩？敢不敢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！小子，你问我敢不敢？你怕是不知道“死”这个字怎么写吧？看见了吗？那老头的眼睛我还没挖呢，怎么玩？我有的，都可以。你就一条贱命，你也配？小六子，你别闹了。李月阁输了，我愿赌服输，但这件事和你们没关系，我不会让他动你们。月姐，相信我，你救过我，我说过会报答。你这算哪门子报答？分明就是恩将仇报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拖累月姐，分明就是找死！娃儿，够了，现在不是起内讧的时候，况且这件事也不怪小六子。够了，别对话了。苏老板，到底是你自己认输的，还是要我们动手？我说了，我跟你赌，我看你找死！够了，马帮的控制权，再加上我，够不够？月姐，不可！是啊，月姐，马帮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可是你，还有小六子他什么都不懂，就算他没有被收买，也不能由他胡来呀！我看你和他们就是一伙的，打死你这个叛徒范野狼！我够了，马帮的事我自有抉择。今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后果，我苏清月一力承担。你不是就想要这个吗？再加上一句，输了马帮的掌控权和我任你处置。苏老板说话可算数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那我便再给你们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苏老板，你可要把握住了。月姐，我不会挑，你去选块石头。别怕，我相信你。好，这一次我帮你赢。还是那块解石。看来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呀，非要自己寻死。小子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那是块废料。相信我，就那块。好，解石吧。不知天高地厚，把我那块也一起解了。我今天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慢着！怎么知道怕了要求饶？这样切不对。苏老板，这这是什么呀？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吗？啊！搞那么玄乎，老子都热血沸腾了。原以为是什么隐藏的高手，结果就是个小垃圾。这下真的完了！精彩，精彩！苏老板，这就是你寄予厚望的高手。我今天就要让你们输的心服口服。都睁大眼睛，看好了！哎呀！哎呦嘿，果真是怕赶老坑，高品种飘花，玻璃种的底子啊！哇，这李月阁是要输定了呀！谁让苏老板用人不当，竟然相信一个扫地废物说的话？就是怎么样，苏老板愿赌服输？
那么今晚你就……你敢？苏老板，你这是打算不认账了？既然如此，那么就先把璃月阁的招牌给我拆了！是。谁敢动？我早就说了，你就是叛徒！你快说，你到底说了他们什么好处？背叛璃月阁，背叛月姐！今天月姐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不会放过你！我不会背叛璃月阁，更不会背叛月姐。你还敢说？给我一杯清水。清水？你这是知道自己要输了，准备给我们表演一个饮水自尽？清水可不够劲呀，老夫就赏你一杯开水。龙洞主，龙洞主啊！这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时间记载的风采共振矿啊！放屁！这分明是连国绝矿，30年龙血翡翠，要不比比成色？好啊！这块翡翠比玻璃种还要稀罕。没错，这质地。这种水确实是百年难遇的龙土珠啊！简直如第37页龙血翡翠玉水花红啊！小骗子，是老朽永远不是泰山。所以说是我们赢了吗？兄弟，对不住啊，我刚才错怪你了，没想到你才是真正的高手。哎，古剑奇，愿赌服输。该你兑现承诺了。不可能，他分明是个扫地的垃圾，怎么可能开出这种极品？一定是你们弄虚作假。胜负已分，就算你毁掉这石头也没用。小子，你确定要跟我作对？从你决定以赌取势的那刻开始，就该知道后果。赌，从来没有好下场。好。我可以认输，只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命看到我的下场。小鸡，那就看你有没有命看到我的下场。小鸡，没事吧？鬼眼七不是善茬，小心他使阴招。好小子，有点实力。鬼眼七，你不讲江湖规矩，你那只左手也怕是不想要了吧？你们敢动我，今晚4大家族就会把追杀令贴满江北的每一条街道。小他妈吓唬人！今天不留下点啥，你休想出这个门！你们能把我怎么着？耍赖耍到我璃月阁的地盘上了，真刀马棒没人了吗？苏老板，看来你是早有准备呀，这是要铁了心跟4大家族作对。你们把我们往死路上逼，我们也没道理束手就擒。今日我把话放这儿，是愿赌服输，还是躺着出去？我璃月阁绝对不退让一步。还有我江北4帮26派奉陪到底。好得很。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尸骨山，快闭气！看看这是什么？尸骨山，快闭气！
矿脉我拿走了，你们的话我会带到。至于惹怒了四大家族，后果是不是你们承担得起的？撤！操！谁让他给跑了，还拿走了矿脉？传我命令，召集所有兄弟，封锁城内所有路口，绝对不能让他把矿脉带着离开。不用了，江东3城的矿脉在这儿，他拿走的只是白纸。这是什么时候？无影手，江湖失传的一种辨识摸石的方法。你到底是谁？只是碰巧罢了。我刚才就猜到他会拿走，所以先做了准备。丢了矿脉，以四大家族的性格，鬼眼七就算回去了，也没有好果子吃。鬼眼七比四大家族更了解江北，只怕他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。一群蠢货，江北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啊！苏清月，你他妈竟然敢耍我！这局还没结束，你真以为有了矿脉就能控制住江北？那我就让你先自己斗。小六子，既然来了，陪我喝一杯。月姐有心事。今天九爷说无影手已经失传20年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该死却没死成的人。算了，你不想说就不说。不过，你这么有本事，不应该被埋没。这算什么本事？不过是运气罢了。但凡涉赌，从开局的那刻起，就已经输了。方妹妹，你们放开他！方妹妹，小子，你爸赌石成瘾，借钱不还。现在你的房子、你妈、你妹妹都是我的啦！走！都会害人，你爸就是贪念太深，被人做起，别变成他。那你为什么要学？反赌。我以为走到那个位置上去，再揭露真相，就会警醒世人。可这是个深坑，就算真相摆在人面前，也抵不过人贪欲。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啊？我师傅临终前跟我说，你看这江北，表面繁华，内里却早已烂透。所有人都想一夜暴富，可最终都是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条路很长，我需要你帮我。
小六子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月姐，你醉了。我是醉了，不过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。我需要你。月姐，不好了！你们什么事？刚刚收到的消息，江北三帮联合说要重新分配矿脉，重选商会会长。什么时候？3天后，而且他们放出狠话，说我们璃月阁不配独占江北矿脉，这一次要公平竞争。公平？他们就是想趁4大商会虎视眈眈的时候，先咬下我一块肉。看来有人坐不住了。三帮联合背后一定有推手。不管是谁，想动璃月阁，就得先过我这一关。小六子，我想你明天陪我去个地方。好。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让你看看真正的江北是什么样子。他叫老周，年轻的时候是矿上的工人，后来迷上了石头，一夜之间输光了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下了高利贷。儿子被打死，老婆被逼得跳楼，就连自己的一双手也被债主砍了下来。爸爸跳得真好，爸爸，我该睡觉了，妈妈带你睡觉觉好不好？他男人玩石头上瘾，输了房子家当还不够，还把他和女儿都卖给了债主。后来女儿死了，他也就疯了。宝宝，小宝宝，还我女儿，还我女儿！姐，女儿，女儿，他疯了10年，找了他女儿10年。你他妈老婆让他输光了，你他妈拿什么赢我？我改过了，我改的，我改了，我改的，我改的，哎呦我改的，我改的，哎呦喂！这些人明知道是死路，为什么还要玩？玩时最可怕的不是输赢，而是希望。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能够翻身，他们也会押上一切。这里是江北最大的矿场，那时候的江北一片混乱，没有人出来主持局面，这里也就被挖空了。你看他像不像金子？可总有人认为这里面藏着财富。我的。
可他们明明知道这都是假的。可这行就是这样，他们就是愿意相信。陆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把矿脉交出去吗？四大家族野心勃勃，他们不会管穷人的死活。我不想江北变成第二个石头城，矿脉一旦被垄断，穷人只能一命搏食，而富人靠吸他们的血发财。赌石永远不是出路，而是深渊。可靠我自己，我力量太薄弱了。我需要的是改变规则。这条路很长，我不会逼你，但我希望你能真正想清楚，3天之后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好，我跟你一起。等一下，有问题。怎么了？今天的事情感觉不简单，得做梁叔准备。知道了。你过来，去通知九爷。是。妈的，这帮孙子好大的阵仗，不知道吓唬谁呢。哼，待会儿就让他们知道这江北到底是谁说了算。古远期，你他妈还敢露面？上次的账咱还没算清楚，这一次又是你挑拨的吧？什么账？我怎么不记得？这次我是受他们邀请，代表4大家族来为商会的重新选举做个见证。你这个缩头乌龟也配叫做见证？先把你欠的东西交出来！我欠你们什么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我坚决为李月阁、为月姐讨回个公道。阿大，这商会不是你李月阁撒野的地方。3位老板，今日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苏老板，别紧张啊！我们的意思呢是江北沉寂已久，这江北的规矩该变一变。变？怎么变？江北4派，马帮为首，我们3派就只能靠你们马帮的脸色。凭什么？我们3派就只能靠你们马帮的脸色。凭什么？放你娘的屁！这矿脉是咱马帮一刀一枪打下来的，当年你们连口饭都吃不上，是谁给你们的活路啊？今日不同往日，我们3派早已无需仰人比心。你们马帮把持江北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够吗？没错，如今江北9成矿脉在马帮手里，我们3派不过喝些你们剩下的汤水，别给老子提什么恩，什么义。可你们想过没有？若不是我们在前面开路，只怕你们连汤都没得喝。之所以你们现在能够安稳地坐在这里，也全靠我在周旋。苏老板，别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嘛。这江北的利益你们可全占了，你们能给的我们4大家族能给，你们给不了的我们4大家族呀也能给。所以你们投靠了4大家族？哎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们只不过是换个活法。叛徒，按照江北的规矩，背叛者死。怎么？为了这帮会会长之位，为了这几座矿脉，你们是要杀人夺权吗？杀人？没必要，我们都知道。江北一直以矿脉为生，那就按江北的规矩来。开始。要是我们赢了，商会会长重新推选，你们交出矿脉，重新分配。放娘的屁！你明知道我们的规矩不可开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是商量好的。非要夺了这商会会长的位置，是不是？那他妈就放马过来，看看我这把刀，
他答不答应？你少他妈在这装犊子！真以为老子怕了你们？你们早已经不是10年前了。凭你也敢在老子面前横？更何况，就算你厉害，双拳能敌4手吗？老子明着告诉你，今天这局，你们进也得进，不进也得进。所以，你们是为了这点蝇头小利要分裂江北？苏老板说话别这么难听嘛！你们马帮代表不了江北，只要你们交出东西，江北一样是原来的江北。好，我接，说吧，怎么玩？玉姐，不可以啊！我们马帮开山运石，但是不可以开石。他们就是想逼我们交出矿脉。没错啊，他们就是料定了我们没有人，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。别他妈跟这帮胖子废话！想要矿脉是吗？除非从老子身上踏过去。说的冠冕堂皇。那么前些日子你们从我手里拿走的矿脉又算什么？说一套做一套，你们马帮的行事风格倒真是让我们大家大开眼界。你是我苏清月做的，我认，但我不挑事不惹事，也不怕事。别人欺负到我头上，我自然要自保，但对你们，对江北，我问心无愧。你们要玩，可以。好啊！江北的矿脉就在这儿，我商会会长的位置也在这儿。你们谁有本事，尽管赢了拿走。好啊！第一局我来跟你赌，就赌你会长的位置。你拿什么赌？我的位置够吗？不够。还有我们所有的矿脉。好，苏清月，你真是不自量力！你知不知道我请来的是什么人，就敢随便接下？今天我就要你倾家荡产！这是佛手沈千山，你竟然叫来了佛手沈千山！沈千山是谁？你这都不知道，你到底懂不懂开石啊？算了，要是你懂的话，也不会在璃月阁打扫卫生了。上次姑且算你运气好，这佛手沈千山可不好糊弄啊。我们南国赌石界一共有7邪，这佛手沈千山排行老2。想当年，在20年前，他曾一连开出8块帝王月，连鬼眼七都只能排在他后边。不过赌石7邪，现如今早已被4大家族收拢。这沈千山出现在这，不知3帮到底跟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？不知道苏老板这边派谁上呢？玉姐，我来吧。虽然我没开过石头，但厂子里那些门道我都见识过，谨慎一点，总有机会。还是让我来吧。我从小就跟着老帮主，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。不行，让我来。我跟老帮主的时间最久，在石场上看过的、摸过的石头也成千上万了。我跟你们玩。自不量力！你就是上次赢了鬼眼七的那个小子？是我。小子，有本事是好事，但我劝你别太高调，枪打出头鸟。有没有本事还不知道呢，上次说不定只是运气好，但是这开石呀，光凭运气可不行呀。是啊，还得脸皮厚，比如赖账。你怎么不敢？上次我跟你说的事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江北以开石为生的路是该变一变了。江北的天是要变一变了，但还轮不到你这个扫地的说了算。要想跟我赌，只怕得拿出点筹码来吧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师弟上次输掉的沿江3省的矿脉，还有你马帮的控制权。苏老板，怎么样？敢不敢加呀？那你们的赌注也不够了。你若赢了，这些黄金就归你们。我沈千山从此退出赌石界，够不够？你退不退出赌石界跟我没关系。1箱黄金就想换3省矿脉，加马帮控制权，只怕这分量还是小了些。你还想要什么？既然想要我商会会长的位置，
那就拿出点诚意。你们三帮的位置，再加上你们手中所有的矿脉，这个是沿江3省加上江北的矿脉，有本事赢了拿走。月姐，不可，小六子他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你们倒是说话呀！这可是拿下江北的绝好时机。我们被压了这么多年，你们不是也早就想？好，我陈四海干，那我也奉陪。苏老板，你真的以为靠一个扫地的就能逆风翻盘？我从未想过逆风翻盘，但只要有我在，就别想动我脚下这片土地。废话少说，怎么玩？小子，我不欺负你，让你先选。行，那就玩最简单的，蒙头料，一刀断生死。以我各选一块料，现场开始。你确定要这么玩？小子，我听说你上次就是这么赢了我师弟的，你真以为你还能有这么好的运气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兵种以上，满料者胜。啊，小子，你到底会不会开始？一块翡翠打倒兵种已是难得，还得满料，哪怕最好敞口的石头也达不到吧？你确定这堆石头里面有？若是没有，那便算我输；可若是有，你们却没有找到，便算你们输。好大的口气！这些料子都是20公斤以上的兵种满料，痴人说梦嘛！你可别乱来！上次在璃月阁，你赢算你侥幸；这次在他们的地盘，若是输了，就是啊，月姐已经压上了所有。你们敢不敢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开出什么样的兵种满料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悬丝顶石，不愧是七邪第2佛手，果真是大开眼界啊！我探完了，这里面没有兵种满料，你输了。是吗？可我要是说有呢？若真有，我这只手免费送你。师兄，这小子有点邪门，当心着了他的道。放心，这一次他绝不可能赢。要认输了？就这块，看。哎呀！兵种满料？怎么可能？哎，真的是兵种满料！小六子，你行啊！哥，我跟你有仇啊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没控制好力道。太好了，这次是我们赢了。怎么样？你们3个的位置还有这些东西，这次可不能再耍赖了吧？你不是说能帮我们赢吗？现在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？被骗了呗！连我们的小六子都赢不了，你们也不行嘛！就是。慢着！怎么又想耍赖？耍赖？我看耍赖的是你们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再好好看看，这到底是不是翡翠？假的！苏老板，你这翡翠可是假货呀！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使诈！开始场上靠的是眼力，是本事，买定离手，这是规矩。苏老板，难道你想破坏规矩不成？你苏老板，这赌石场上本就真真假假，你自己没本事分辨真假，就莫怪他人。当初你们马帮不就是为此断了我这右手？如今在此栽了跟头，也算是报应了吧？太他妈不要脸了！老子跟你拼了！怎么？苏老板，文的不成，要来武的了吗？你可考虑清楚，一旦动了手，就不好收场了。好，我们认输。月姐不可，这是他们做的局，那些东西一旦落入他们之手，江北就彻底完了。江北人心不齐，迟早要完。弄虚作假，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。这石头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不是说好赢了他们就行了？这手法也太不光彩了点。光彩？
你们三帮过河拆桥，趁人之危就光彩吗？既然想要赢，那赢的手段就并不重要。既然苏老板认输，那我沈某就不客气了。师弟，收赌注，我们走。苏老板，那就陈账了。这才一局就想走了？怎么？听你的意思，还想再来一局？小六子，你别捣乱，你还嫌我们输的不够多吗？怎么，怂了？我承认你小子是有点眼力，不过也就那样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骗了苏新月的，不过要不是因为他蠢，就凭你这点功夫，恐怕连赌桌都上不了吧？你拿什么跟我玩啊？你们不是想要江北的掌控权吗？江北除了矿脉、帮派，还有交易市场。有意思，苏老板，你的小跟班要拿交易市场来赌。璃月阁在江北有12座石头厂，12个翡翠交易市场，你舍得拿出来吗？够了，小六子，别再胡说了。矿脉和交易市场是马帮100年根基，我们已经输了矿脉了，绝对不能再输了交易市场。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有蹊跷，刚开始第1局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在诱导月姐加注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操！你他妈不会是他们安排的暗桩吧？我就说，你一个臭扫地的，怎么那么轻易的就赢了鬼眼七，还那么轻易的就拿到了严家3省的矿脉地契？老实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月姐，你还信我吗？月姐不可，小六子原本就身份不明，如今这一桩桩一件件太过可疑。就算他不是叛徒，说不定也是4大家族给咱们挖的坑。要是咱们往里面跳了，江北就真的完了。不如这样吧，刚才赢的我全下，除了3帮的控制权，再加上3帮的交易市场，我们再开一局。沈爷，咱们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交易市场可是我们最后的底气。万一怎么？不相信我？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我们知道您厉害，但我们只想拿到商会和矿脉的控制权。马帮给我们无怨无仇，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嘛。赌局已开，现在由得你说了算。这，先看看，苏老板怎么说？去取我的印章。月姐。这是我璃月阁所有交易场所的印章，你有7成把握？没有。那你还敢跟他们赌？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江北有多少人指着这些交易市场活命？没有人能控制输赢，一旦开了局，便再也身不由己。我没把握，他们一样没有。想不输，除非永远不赌。永不开始，就连马帮都做不到，更何况你？现在赌不赌，由不得你。这局玩什么？那就赌开口料。怎么蒙口料玩不过，就玩开口了？好，既然你不怕死，我也不跟你废话，速战速决，赌一线天，怎么样？什么是一线天？就是只切一刀，凭切口定输赢，看谁的刀口距离翡翠最近，又不伤到肉里。这种玩法不仅考验眼力，还考验手法和切割功底。好，那我要这块。什么？你选这一块？这个看着就不好切。小六子，我们月姐可是拿上身家性命跟你赌，你会不会选啊？你不会知道自己快输了就破罐子破摔吧？这一线天不仅要看翡翠的成色，还有位置、大小。你这样，你让我觉得你是我的卧底。既然你选那块，那我就选这块。来人，拿切割刀。这切口平整匀称，误差不超过1毫米，这连机器都做不到啊！那我们岂不是输定了？该你了。如果你现在认输，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自断一臂，我到时候会考虑给你璃月阁一条活路，怎么样？不必了。
敦煌如丝，切口擦着鱼肉过，却又不上肉里，枉入游丝走线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游丝切。不可能！别胡说八道！怎么可能？这种刀法早已失传，这世上只有一人会，莫非你是？你输了。呀！你到底是谁？佛珠都断了，看来你们这道貌岸然，佛祖都看不下去了。这一下是真的赢了吧？不会再冒出个什么假货吧？这些东西我们就全收下了。真收啊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起开！哎呀，谢谢老板。哎，走开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啊！谢谢，谢谢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对了，三位老板，你们的印章呢？交出来吧。真输了，我早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下可全完了。叶姐，走吗？我们走。 3、2、1，站住！谁都别想走！站住！谁都别想走！沈千山，你还要干什么？我要跟他再来一局！你们的筹码已经输光了，你们拿什么玩？当然有，赢了就想走，没这样的规矩。今天这局，你来也得来，不来也得来。沈千山，你别得寸进尺，这可是在江北的地盘。哼，江北又如何？如今4大家族已渗入，3帮已完全归顺。我若要赌，你马帮又能如何？是吗？放屁！我们什么时候归顺了？我们只不过是跟你合作，互惠互利。合作？现在可由不得你们！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你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江北的规矩，今天由我说了算。这局你们必须得开。啥也别说了呀，明显了我们是被算计的呀。现在我们和他们是绑在同条绳上的蚂蚱，这局要是不赢，谁也别想全身而退呀！卑鄙！是你们蠢，是玩还是鱼死网破？苏老板，你来选。你们的筹码全在我这儿，就连你们3帮的控制权也已经全部输给了我。你拿什么和我赌？江北3省所有的交易市场，还有我的命。师兄不可，沿江3省的交易市场可是4大家族的根基，如果输，我这辈子就从来没输过。刚才那刀是运气，这次我要你们手中所有的筹码，还有你的命。却这样玩命，所有输的人都以为是运气，以为下一把就能翻盘，但只要上了手，就永远没有最后一局，除非倾家荡产，尸骨无存。你少吓唬老子！今天我要跟你玩蒙眼辨识，谁都不许看，只许用手摸。10秒钟之内要辨出鱼料种水、质地、长口，多者胜。不可，摸石断玉是沈千山的绝活，他当年靠着蒙眼辨识打败了缅国的10大高手。到底敢不敢？谁先？小六子，江北的路还很长，想要改革总要冒险。月姐，相信我。小心点，姐就在你身后，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今天就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佛手。
是红线问月。10年前缅国十大高手就是输在了这招之下。你以为我师兄这佛手只是浪得虚名？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。10秒到。1号莫那长口雪花棉等柳絮状，2号大马砍水石黄翡带松花味，3号后江长口红雾下必出积雪。10秒3块，连松花的气味都能变出来，我们还能赢吗？该你了。兄弟，先看气。顾爷，你耍手段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不小心手滑了嘛！哎，开个玩笑，这不也没出事吗？着什么急嘛？你时间到。怎么样？磨到几块？磨出来了吗？4号灰卡青蛙皮，皮下3寸有马带。5号莫西沙脱沙料。怎么不继续往下说了？我只摸到2块。原来只摸到2块呀，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。那么这个结局不是已经确定了吗？还要开吗？还未解实，谁输谁赢还尚未可知。看来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那今天就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，给我开！到。木纳雪花棉，大马砍水石，后江积雪匪，全中！这下你们怎么赢？你那2块还用看吗？不用了，就算全中也还少1块。怎么，这是自己要认输了？我师兄佛手当年在缅国连战18加10场，就凭你也想跟他斗？现在该兑现你的承诺了，拿命来！苏老板，你这是抵赖！桌上东西你都可以拿走，但人我要带走。苏老板，这是心疼了，可惜晚了。这小子敢猖狂到我面前，今天要么他死，要么你们所有人给他陪葬。沈千山，我劝你不要欺人太甚。那又如何？苏老板，难不成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扫地的，放弃了整个马帮的人吗？于姐，你带小六子和其他人先走。今天我来善后，就算和他们拼上性命，我要杀出一条血路。我跟你一起，还有我，我也跟你们一起。既然你是璃月阁的人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不会丢下你的。现在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今天这场局是他们早就设好的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们都不会轻易放过我们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和他们拼了！没错，就算他们人多，我手里这把刀也不是吃素的。拼？拿什么拼？4大家族想要江北，你们若早点识趣，也不会落得今天这般下场呀！愿赌服输，这是你说的。今天这小子的命我要定了。是吗？愿赌服输？那我要是说你们今天赢不了呢？赢不了，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？我看他是知道自己翻不了身，吓傻了。现在结果摆在面前，怎么还要在这垂死挣扎吗？你验过你自己的石头吗？我的石头就摆在眼前，还需要验吗？木纳场口的雪花棉不假，但那是新场仿老厂的做旧料，看到这酸石纹了吗？大马砍水石，黄翡是后天沁色的，松花味是化学药剂泡的。放屁！我师兄怎么可能看走眼？至于这块后江料，根本就不是翡翠。不可能！我明明探出，我的红线问玉从未失手过，怎么可能？你耍诈！
市场上买定离手可是你自己说的，而且今天桌面上这些料子都是你们自己准备的，你少在那里含血喷人！没错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耍诈了？我们又不像你卑鄙无耻！不可能！终日打雁，反被雁啄了眼，赌永远不会有好下场。你们自己耍诈弄虚作假，最终会报应到自己身上。沈千山，你认输吗？就算我输了，你们凭什么认为你们今天可以顺利的离开这里？不行，老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沈千山，你实在是欺人太甚！四大家族想要吞并我江北，问过我们三帮的意见了吗？现在还要在我江北砍打砍杀，你真当我江北门神了吗？没错，开始可以，但是江北有江北的规矩，耍诈、弄虚作假，这都是下三滥的手段。我看你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把你们放在眼里？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几个蠢货！要不是看着你们还有点用，先留着你们，还真把自己当成东西了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我们也没有谈的必要了。我们知道四大家族的厉害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是在江北，是我们的地盘。你们的地盘？那你们再好好看看。你以为我跟你们合作，还带人来帮你们，是为什么？如今这四大家族早已渗透三帮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拼？阿彪，上！对不住了，帮主，四大家族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不自量力！老子待你亲如兄弟，兄弟不就是用来背叛的吗？你可以背叛马帮，我也可以背叛你啊！住手！你没事吧，赵老板？苏老板，是我赵天雄对不起你，是我提醒了四大家族的鬼话，才酿成今天这个局面。对不起马帮，对不起江北父老。我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我看不出四大家族的狼子野心、与虎谋皮。我陈四海今天就跟你们拼了！我也拼了！现在知道后悔了，要不是你们引狼入室，会有如今这个下场吗？要怪就怪你们活该！苏老板，现在不是累了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困在这里，必须要团结一心。如果走不出去，我们江北就真的完了呀！他说的没错。不过，你们真的确定你们今日一定会赢？陆老板，难道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四大家族渗透江北的时间还不长，你们不过是使了些手段，控制了些人，说到底啊，还是在赌。我说过，只要是赌，时赌时输。小六子，时间够了吗？刚好。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江北的地盘上胡作非为。上！带走！九爷，江北有江北的规矩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江北的地盘上胡来。江北九爷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淌这趟浑水。江北四帮26派同气连枝，你们四大家族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？所以你们刚才一直在拖延时间。不然，你真的以为我与你赌最后一局是为了你手上的那些筹码？你们是为了放松我的警惕。没错，现在你们的人已经全部被我们控制了。等一下，有问题。怎么了？今天的事情感觉不简单，得做两手准备。知道了。你过来，去通知九爷。是。赌局已输，沈千山，按照约定，你的命和他的一双眼睛该留下了。放屁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谁敢动我！你还真是卑鄙无耻！今天你这双眼睛我要定了！哎，阿大，撤！你们都给我等着！上次的账该清了。
我的眼睛！师弟！眼睛！今日之仇，来日必报！走！不用学了，他们会回来的。怎么说？赌徒都以为自己会赢，他们是，四大家族也是。不过是大赌小赌而已，但都是赌，这是必然的下场。江北不能再乱了，往后的路你们自己走稳喽。苏小姐，我们江北的事回头再处理，你们自己的东西自己拿走吧。以后苏小姐有等着的地方，随时开口。陈四海，肝脑涂地，我杜九绝不含糊。告辞。四大家族不会罢休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师兄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这一次算我们栽了，没想到江北这么难啃。但是我们丢了岩浆3省的矿脉，12个交易市场，四大家族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慌什么？那个扫地的有问题，尤四切早就已经失传了。这几年只出现了一个人使用这招。你是说3年前失聪的那个？那个人当初在玉石大会亲手揭开四大家族的运作，打乱了四大家族的全盘计划。若真是他，那这件事就有意思了。在看什么呢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父亲的事情？他曾经也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，也曾撑起过我心中的那片天。只是后来妹妹病重，他又丢了工作，被逼无奈之下，他进了余杭。一念之差呀！所以你想替他报仇？余杭里面没有输赢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那你恨他吗？我没资格，也没有立场。当时他也是为了那个家，也是为了妹妹。但是错了就是错了，他也付出了代价。都过去了。现在我只想找到妹妹，希望她还活着。你妹妹叫什么名字？我帮你找。家主，你是说沿江3个省的矿脉，还有12个交易市场，都给你们弄丢了？家主恕罪，原本我们已胜券在握，可没想到李月阁竟然还有高手。高手？江北除了那个九爷，还有谁能赢得了你？那人是李月阁一个扫地的。什么？扫地的？但是那人会尤四切手法，据我所知，这种手法只有5年前在玉石大会上消失的那个人才会。你是说陆离他没有死？家主，玉玲珑，你来了。玉玲珑，家主急召我回来，是有何事？现在有一件麻烦事需要你去处理一下。家主请吩咐。你是我们4大家族培养的天才，10岁就能变百石，15岁横扫东南亚石头厂，从未失手。但现在江北成了我们掌控南国交易市场最难啃的骨头。江北不过是弹丸之地，让我去会会他们。很好，这2个蠢货不仅没拿下江北，还把江东、江西、江南3省一起给输了出去。这次就全靠你了。是。这2个家伙就没什么用了，把他拖出去吧。家主饶命啊！家主，家主饶命！饶我一回！家主饶命啊！离月阁有点意思。这块好啊！哎，好啊！我瞧瞧，皮可紧实，纹路清晰，就它了。不错呀，木纳场口的料子，这地出肉的概率很大呀。废料，小丫头片子，你开过石都没有啊，在这胡说八道。木纳场口的料没错，皮革做旧，但酸蚀纹都浮在表面。你买它，不如直接烧钱玩。你谁呀，在这指手画脚的？老子玩石头的时候，你还在那吃奶呢。
像你这种棒槌，开的越多，输的越多。你小丫头片子，你这不是找打呀你？哎，算了！哎呀，你跟个黄毛丫头计较什么？这块石头你还要不要？不要我要了。就这块，我今天非要开给他看看不可。师傅，给我开！就是一块普通石头，什么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你自己看看。我说了，一块废料。你少说废话！你先，你来呀！你找一块好的出来看看。就它。你在逗我吗？这石头皮壳粗糙，连马带都没有，这就是矿上白送的公斤料。莫西沙老坑肉不多，但皮下3寸，糯冰飘花。小姑娘，你可莫说大话呀！这你要能猜中，我们厂子里这么多人，岂不白混这么多年了？你少听他吹牛逼，这要是能出绿，我叫他奶奶。我可没你这么不争气的孙子。你要是没有出绿，你把他这个石头给他吃下去行吗？没问题，开10吧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给他开。真是落冰飘花呀！啊？怎么可能？哎，刚才谁说要叫奶奶？叫啊！快叫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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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。这块还有这块都给我开了。给他开。力，好，用力，魂力啊！这3块满绿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块开，还有这块，给他开。力，力，都是力。全错，咋射？神，真神了！小姑娘，要不我也叫你奶奶，你教我看石头好不好？什么你奶奶？这是我奶奶！哎，奶奶在上，请受尊儿一拜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奶奶了呀！起来吧。这位小姐好眼力啊，不知怎么称呼？买石头的客人而已。怎么，李月阁开门做生意还要查户口啊？小姐您说笑了，只不过像您这样的高手，整个江北怕是都找不出第2个。是吗？可是我听说梨月阁里藏龙卧虎，就连扫地的也都是高手。陆离，国际玉石大赛蝉联3届的总冠军，当之无愧的玉王。玉王5年前揭开大赛黑幕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听风辨玉，4大家族精心培养出来的开石天才，如今真正帮4大家族掌管着江东、江西、江南的掌权人。只可惜啊，现在3省矿脉都在苏老板手里，就连交易市场也被你们拿走了。是你们先觊觎江北的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好一个顺水推舟！苏老板野心不小，但是能不能拿稳3省的东西，还得看本事。半个月后，我会邀请4省名流在江东举办一场同盟宴，推选出4省共同的话事人。苏老板，你敢不敢来？一定赴约。
想必这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半个月后是4大家族举办的同盟宴，3省名流聚集，这次是冲着拯救江北来的。那我们都不去，守护江北。南国沿江4省相互牵连，相互掣肘。江北矿脉最多，但江东的水运码头开着90%的石料进出，江西掌握着工匠，江南把持着翡翠销路。若是不去，3省一旦结盟封锁江北，将会是两败俱伤。就算我们拿着3省的矿脉跟那几家交易场所也没用，只有去了，才能博得一线生机。那就去，我们都去。没错。沿江3省是4大家族进驻南国最大的根基。这次我们赢走了3省矿脉和交易市场，已经彻底惹怒了他们。若是再不谨慎些，只怕整个江北会彻底沦为附庸。那怎么办？我这条命是帮主救的，那就是月姐和马帮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带兄弟们杀到江东，多让那帮狗杂碎。没错，他们实在是欺人太甚了。你们这样正中了他们的下怀。4大家族就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。对，你们协助九爷守好江北。4大家族狡诈，警方他们会趁虚而入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此次大会是公开举办，又是在他们的地盘上，我们去太多人也没用。只有让3省那些人心服口服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话语权。所以这次是危险，也是机会。马帮第37代掌门苏清月在此立誓，无论这次结果如何，人在江北在，人在江北在。你们都先出去吧，小六子，你留下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好。你真的是那位誉王？是，不过5年前御史大会以后，誉王就死了。所以当初你受伤和4大家族要关。是。南国赌市盛行，是资本所趋，4大家族宣扬赌市，却操纵比赛，从中牟利。上层的人赚得盆满钵满，底下却是民不聊生，妻离子散。可你一个人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是，所以我跟你一样，我走到那个位置，就是为那一天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结局？但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。我相信我是第一个，但绝不是最后一个。只要有人听进去，就值得。所以此次我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去，我希望你可以留下来。若是这次我回不来了，就帮我带着马帮和江北走得更远。马帮和江北都是你的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，所以这次你一定要回来。而且他们这次来也不只是冲着你来，他们知道我的身份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而且我答应过你，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这条路道阻且长，但是我们会一起走下去。好。今日同盟宴，不为争利，而为谋局。沿江4省同气连枝，却各自为政多年。为了4省更好的发展，我提议从今日起，4省矿脉、水运码头、交易市场全部整合，由1位话事人统一调度，共谋发展。放屁！江北矿脉自古独立，凭什么要合并？就算合并，也该由我们江北自己说了算。不服？可以。10场的规矩，赢者通吃。今日我就站在这里，谁有本事上来挑战，赢了我，规则由他定。哎，别冲动，这玉玲珑啊，代表的是4大家族，他本身也是听风辨玉的高手，10岁就横扫东南亚市场，从无败绩。旁边的冷风是缅国石头大王的关门弟子啊，难道就任由他们吞并江北？先静观其变。这马帮不是没有来吗？哼，什么江北4帮啊，我看也就不过如此嘛，连个能上台挑战的人都找不出来。江北如何，与你无关。是与我无关啊，不过等你们江北并入到我们3省，那可就跟我有关了。你们急什么？我们还有人没来呢。谁不知道马班的规矩？不开始，不赌时，怕是
一个赌石的师傅都没有啊！哎，想靠他们赢啊，不如干脆直接认输得了。以后这江北矿脉就由我们3省代管了。放你那的狗屁！马帮上次那可是赢了。继续说呀，怎么说不出来了呀？啊，一帮蠢货！我看呀，马帮的人也不会来了。既然没人上来挑战，那就是没有意义。既然没有意义，那我宣布，4省合并之事。慢着！哎，来了。谁说马帮不敢来？苏老板，你终于来了，还带了一个帮手，看来你们是不同意合并了。江北的矿脉和发展，还轮不到各位指手画脚。马帮好大的口气呀！我们沿江3省可都在这儿呢，你以为现在是你们江北的地盘吗？没错，不同意就拿出点本事。江湖规矩，胜者为王，不用于小姐出手，先赢过我们3省再说。行，是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一起来？哎呦，这哪来的野狗在这嘤嘤狂吠啊？江北是没人了吗？还是说你们明知道自己会输，故意找个这么个玩意儿来恶心我们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直接认输得了，对吧？我们以后还能给你们一口汤喝。你们要是输了呀，那可就一无所有了。你们就这么确定我会输？你觉得呢？你知道我们今天请来的人都是谁吗？孙老，江东赌石第1人，缅甸公盘5届连续标王得主。周淮安，江南御寒世家周家继承人，曾创下3游园当时纪录。张启明，江西玉雕世家掌门，不仅开玉功夫出神入化，纹身识玉那也是堪称一绝。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那就一起来吧，节约时间。年轻人好大的口气啊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猖狂的代价。你1敌3啊！年轻人，你还是太自负了。这玉石场上比的不是人数，是眼力。哼，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我纵横异世界40年，还没见过你这么狂的。怎么玩？辨识，规则很简单，10米的距离，4人同时辨识，分别写出石料的场口、种水、裂柳和预热位置，最准者胜。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但是不能靠近哟，也不能碰。10米，连这石头都看不清，怎么可能啊？那也不一定啊。孙老的观文断玉，周淮安的透光辨场，还有张启明的闻声听玉，哪一个不是绝技？这小子只怕是要完了。这难度也太大了，你有几分把握？现在开始吗？开始。老夫已有了答案，木讷老坑的雪花棉底高冰。孙老猜的没错，但是不是高冰啊，是帝王绿。我需要听声。皮下3寸，位置靠右，边缘有裂。那你的答案呢？你是被吓到了吧？话都不敢说了。如果要是猜不出来的话，现在认输也还来得及，只要我写好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辨不出来了吧？装神弄鬼！宣布结果吧。宣布什么结果呀？这很明显就是开口料啊！这玉肉都已经显而易见了，你还写个无？是啊，哪怕只有1成，
那也不可能没绿呀。对呀，于小姐5，好一个5！没错，这次的石头的确没有肉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明显就有开口的绿啊！对呀，难道是我们眼花了？假的，胡扯！就算窗口有假，但上面的满带这松花，怎么可能不是翡翠？石包玉最常见的作假手法，只是我没想到已经做到这样。那还不是没有瞒过你，誉王陆离的眼睛。陆离，居然是他！你是18岁就连续3次蝉联国际玉石大赛，国际玉石排行0号，哪怕消失了5年，还是无人可以超越和代替呀。他就是誉王，所以这次的结果，陆离胜。真是誉王！哎呀，我这是见了誉王活人了！你这黑虎帮的帮主要有点边界，哎，我也想。哎呀，我真是太激动了，真没把持住了。精彩，不愧为誉王，连石包玉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不过这场小把戏，我10岁就会。哇，他是缅国赌王的关门弟子冷风啊！听说他3岁就跟赌王学辨识，10岁曾一人单挑缅国赌石经版所有高手，无一败绩。去年公盘，他蒙眼辨识，连胜18节，创下赌石界最高纪录。真正的赌石不光是靠眼力，还有心性和定力。赌是需要创造奇迹的。是翡翠，这还是隔空解玉。冷风的劈空剑玉，连赌王都自叹不如。怎么样，誉王？这一次我跟你赌，敢不敢玩点新鲜？这个冷风心狠手辣，之前和别人赌石，不是断了双手，就是剜了人眼。你小心他放阴招。怎么玩？上千层塔！此塔为9层，1层1石，90连几，最终以总价值定胜负。当然，要蒙着眼睛赌。蒙？这难度也太大了。这不仅要眼力好，还要速度够快，并且要同时算计9块石料的敞口特性和种水搭配。更可怕的是蒙眼呐，这完全是靠肌肉记忆和空间感知。这种难度，就算是赌王来了，也未必能做到。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冷风从小在暗室练功，能够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辨玉。性命重要，若有危险，立刻停下。好，怎么，誉王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木纳敞口，雪花棉底，冰种，第1块。冰种飘花2000万，神了！这速度跟精准度都太绝了。后江镂空，黄翡红雾，第2块。红黄参半，朝阳翡8000万。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是10分海剑的朝阳翠，真不愧是赌王最得意的关门弟子啊！这誉王在干什么？该不会浪得虚名，连1块都挑不出来？他该不会要选这一块吧？这一块风化纹明显的种料，但凡懂点赌石的新手，那都不会要啊！看来誉王的神话今日要终结了。誉王的神话今日要终结了。莫西沙玻璃种无色翡翠，
会卡春带彩，大马坎3色福禄寿。边缘有缺损的机型鸟，占着泥浆的暗火。咱们誉王这是在垃圾堆里淘宝来。最后一块，顶级帝王绿，价值5个亿。哇！怎么样，誉王？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一共9块，一起开了吧。这种被雷劈过的废料，喂鸡我都嫌多余。你是不是知道你要输了，所以才在这哗众取宠博人眼球？可惜赌石只有输赢。不过看在你给大家逗乐的份上，我可以饶你一条命。我也告诉你一句，输赢没到最后关头都会有变数。暗淡无光，毫无色彩，连一块基本的糯种都没有找到。我看这个什么誉王啊，他就是徒有虚名罢了。我看你们江北啊，就别垂死挣扎了，直接逼入我们3省，还能给你们一口汤喝。就是啊，别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没事的，尽力就好啊。没关系。还没结束呢。九星连珠，这就是传说中的9星连珠啊！在我有生之年，我能见到这样的奇观呐！每一块玉都平淡无奇，但是放到一起，却能将光阴融合呀！它折射出了最绚丽的颜色。那这几块料能值多少钱呢？对，值多少钱？无价。我只在古书上看过记载，这是玉石界顶级工艺，单独的玉石貌似不值钱，但合在一起足够买下半个江东啊！哎呀，反败为胜，果然不愧是誉王吗？不可能！你怎么会选9星连珠？这只是一滩破烂，况且根本没有人见过9星连珠。陆离，认输吧，交出马帮，交出江北。今天我还能饶你一条命。怎么，赌王的徒弟就这么不要脸？输了就要动手吗？你放屁！我看是你们作弊。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你们肮脏的手段。听风辨玉的赌石大会，难道就是靠杀人夺命吗？这就是你们4大家族的规矩，这就是你们4大家族的规矩。冷风，谁让你动手的？玉玲珑，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来这要干什么？破坏4大家族的事儿，你知道后果。用不着你提醒我，我玉玲珑做事自有我的规矩。最后一局，输了江北易主，4邦交权，从此再无誉王。那若是你输了呢？若是我输了，江北独立，3省资源为江北让路，我玉玲珑自断双手，从此再不碰赌石，怎么样？好。那若是你们耍赖呢？我不会耍赖，在场的各位都是见证。我代表江中当这个见证人。我代表江南周家。最后一局，你想怎么玩？都可以。好，不愧是誉王，你的实力我已经见过了。论赌石，我未必是你的对手。那不如这局我们来拼一拼运气。怎么拼？蒙眼，扔铜钱。一会儿那架子上的石头，我会让人换位置，抛到哪块算哪块，开出价高者胜。好，这是什么赌法？真要比运气吗？哎呀，我看不像，辨识、换位、听声，还包括眼力、耳力，还有记忆力。我看呐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这个玉玲珑可是4大家族精心培养的杀手锏，
不知道。公平起见，一起吧。开始。不自量力。小心！冷风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竟敢使用暗器，赌王的徒弟，你就是学会了不要脸吧？再说一遍。冷风，你若是不讲规矩，我们江北也不是什么好欺负的。看来是天意，我输了。你若想重来，这局可以不算。赌场如战场，运气也是赌的一部分。既然输了，我玉玲珑愿赌服输。玉玲珑，你疯了！玉玲珑，你真的要背叛四大家族吗？背叛？我玉玲珑行事，何须向你解释？今日这一局是我技不如人，但如果有人想趁机作乱，坏了规矩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规矩都是强者所写的，难道你要和这些垃圾你输赢吗？别忘了四大家族的命令，要是拿不下江北，少拿四大家族威胁我。今日之事，我自会去向几位家主解释清楚。好得很，玉玲珑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只能我亲自动手了。我今天只为江北而来，不想节外生枝。若你非要相比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没错，我们江北不惹事儿，但我们绝不怕事儿。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我们今天也许走不出这里，但你们也别想好过。好啊，那我就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本事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妹妹，玉玲珑，你果然背叛了四大家族。四大家族把沿江市场的生意都交给你，你就这么吃里扒外吗？到底是谁吃里扒外？冷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从缅国赶来江东是为了什么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他们派来监视我的吧？我帮四大家族掌控沿江，而你们私下里又达成了什么肮脏协议？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沿江三省是我的心血，也是我长大的地方。我若不知，三省早就被你榨干，划到你们缅国的地界了。所以你一直都在筹谋，怪不得他们对你有疑心。好，玉玲珑，这是你自己在找死，可不能怪我。都到底干什么呢？玉玲珑背叛四大家族，谁要是抓到他，就是四大家族的功臣。玉玲珑，这就是你背叛的下场。来人！怎么回事？都叫你干什么呢？上啊！好啊，难道连你们都背叛了吗？今天谁要是抓住玉玲珑，我就去四大家族面前去给他们请功，让他们做沿江掌权人。你真以为我这几年在吉省是白经营的吗？既然我早知道，自然早有准备。你们！冷风私通叛军，企图侵吞沿江，罪不容诛。这是从他房里搜出的密信。我们沿江四省虽有矛盾，但这是我们内部的事。没错，内部的事情我们自己内部解决，绝不允许一个外人来搞分裂。好得很，玉玲珑，我没想到你留了一个后手，这次是我大意了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拦住他！玉玲珑，你敢动我？我是缅国赌王的关门弟子，四大家族和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。冷风勾结外敌，意图分裂沿江四省，证据确凿。今日我玉玲珑就替四省除害。玉玲珑，你以为你杀了我，你有什么好下场吗？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冷风勾结外敌，意图分裂沿江四省，今日已伏诛。若是四大家族问起来，我玉玲珑一人承担。
玉小姐大义，我等佩服。冷风罪有应得。如果四大家族追究的话，我江南周家愿意作证。江西张家同样支持玉小姐。大家先回去吧，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。我玉玲珑在此，多谢诸位家主，以后我将与3省共同进退。我等以玉小姐马首是瞻。你真的是我哥哥吗？当年父亲赌石欠债，母亲跳楼，我被债主带走，辗转卖到了缅国，是4大家族的人救了我。他们救了你，不过是为了培养一个听话的棋子。我知道，可是当时我没有选择，我只能拼命的学赌石，只有爬到高处，才有机会找你。我们一直在找你。哥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，本夫死了，4大家族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说的对，赌王那边一定会报复，但是现在沿江3省在我的手里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动不了我们。是，我们应该整合沿江3省的资源，准备迎接更大的挑战。苏老板，江北愿意跟我们合作吗？当然，从今日起，沿江4省同气连枝。